了里面所有的人。美国军方知道后，想用核弹彻底摧毁这艘潜艇，但潜艇是俄国的，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会引来大麻烦。于是上校他们决定到潜艇里面去消灭这些复制者机器人。他们全副武装地进入潜艇后，发现里面已经一个活人都没有了。大家小心翼翼地向潜艇深处走去。他们发现，如果不去招惹这些复制者机器人，他们就不会主动伤害人类。可能是因为现阶段他们在忙着快速发展数量。Teal'c 发现这里的复制者跟阿斯加德战舰上的颜色不同，看来是潜艇的金属材料和战舰上的不同而导致的。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了一只巨大的复制者，只见它2只爪子上下翻飞，很快就能制造出一个个小复制者机器人。丹尼尔博士猜测这是复制者中的皇后，应该想办法先把它干掉。但是袭击它肯定会激怒其他的复制者。正在这时，一个士兵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复制者吓到，他疯狂地朝他们开火。这个行为激怒了所有的复制者机器人，他们立刻朝这个方向赶来，与士兵们发生了战斗。最后只有上校和 Teal'c 逃了回来。医生在 Teal'c 的伤口里发现了复制者的残片，丹尼尔很快就发现这个残片竟然生锈了。看来他们使用地球的金属复制自己的时候，无法解决劣质原材料的问题。那么只要炸掉潜艇，复制者们就会沉入大海，无法存活了。但是里面有一只复制者比较特殊，它是使用阿斯加德战舰的材料制成的，不会生锈，必须找到它将它杀死才行。于是上校他们又一次进入潜艇。此时的复制者们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他们学会了如何驾驶潜艇，并控制着它向海洋深处驶去，这样上校他们就很难逃出去了。上校赶紧找到卡特博士刚来的时候，看到阿斯加德人漂亮的大战舰，十分眼红。索尔说，如果你们能帮助我们战胜敌人，那我们也愿意帮助你们建造战舰，让地球人进入星际时代。现在他们仅剩的5艘战舰正在和3艘复制者的战舰战斗，而且刚刚得到消息，他们的5艘战舰已经无法联系上了，看来是凶多吉少了。敌人现在正在向阿斯加德的母星驶来。索尔说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抵挡了。卡特博士认真地思考了很久，突然他想起了刚来时看到的那艘还没完工的奥尼尔号战舰。索尔当时说那是他们用最新科技建造的，目前还没有建成，无法战斗。卡特博士说，因为这艘战舰的科技最为先进，所以很容易吸引复制者入侵它。我们只要让战舰进入超光速状态飞行，复制者的战舰如果也跟来的话，那么在这种飞行状态下，他们是无法开启护盾的。这时只要遥控引爆奥尼尔号战舰，就可以将复制者的战舰一起消灭了。索尔说这个主意太蠢了，万一复制者先登上战舰获取了他们的科技，这个损失是不可承受的。卡特博士说，你们不断地制造更先进的战舰去对付复制者，这种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反正你们也无路可走，不如用我的方法试一下。索尔想起了让他来这里的初衷，就是想要他脑洞大开的想法，便答应了卡特博士。他设置了奥尼尔号战舰自动驾驶，从复制者的飞船旁边飞过。复制者们扫描了奥尼尔号，发现它比自己更为先进，便全部跟了上去。奥尼尔号马上进入了超光速状态飞行，复制者战舰也关闭了护盾，进入了超光速。然后奥尼尔号马上将自己引爆了，瞬间就将后面的3艘复制者飞船摧毁了。卡特博士激动的一把抱住了索尔，差点伤到他。索尔说很高兴他愚蠢的计划成功了，但下次再用这个方法对付复制者们就不灵了。他们要不断的想出新办法对付复制者才行。然后就将卡特博士送回了地球。他驾驶着无人战斗机锁定了敌人，并成功的将其击落了。没想到敌机里的飞行员竟然飞了出来，狠狠地砸在了上校的战斗机上。上校被吓坏了，他愤怒地问这里的负责人，为什么敌人的飞机里有人？原来上校一直以为自己攻击的是无人机，负责人说侦察机才是无人机，而上校刚刚击落的是
仅换取他们的先进科技，完全不理睬丹尼尔博士的话。地球的第一批重水很快就送来了，他们将重水加入到巨大的机器中，机器全功率地运转了起来。他们高兴地说，这样敌人就无法突破他们的能量护盾了。他们希望地球的重水可以源源不断地送过来，并将可控核聚变的技术资料准备好跟我们交换。卡特博士在研究他们地图的时候发现，有一根巨大的管道从地底伸了出去。这里的人说地面的空气都是有毒的，所以他们全都生活在地下。那他们为什么要建造管道呢？卡特博士怀疑空气中的毒气就是他们释放的。此时的奥尼尔上校也感觉到了异常，他发现这里的人都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很容易看出他们十分歧视其他种族的人。卡特博士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上校后，上校猜测这些人说了谎，战争其实是由他们发起的，他们不断地向地面释放毒气，想杀马上就让人关闭了红门，只听当的一声响，那位紧跟而来的最高长官撞死在了红门上。眼看就要得手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就这样被上校放弃了。大家觉得值吗？这个臂章让他们都变成了超人。丹尼尔博士3秒钟就能读完一本书，卡特博士打字的速度计算机都跟不上，上校更是一拳就能打穿沙袋。这个神奇的臂章是我们的外星盟友艾尼斯送来的，他们在一个已经消失的高等文明那里捡到了这些宝贝。但我们的外星盟友由于身体构造不同，无法使用臂章，所以他们找到了上校他们来进行实验。上校他们戴上臂章后，医生发现他们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达到了极限。原来臂章向他们的身体里注射了一种病毒，他们的超能力其实是通过透支身体得来的。将军怕他们有生命危险，让他们赶紧将臂章摘下来，但上校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都不愿拿下来。最后将军只好强制命令他们摘下来，上校没办法，只能照做。但是他发现臂章已经无法取下来了，医生研究了半天也没有办法，看来只能等他自己脱落了。拥有了超能力也给上校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他刚刚跟同事打招呼，一不小心用力过大，将对方推倒，掉下了楼梯，摔出了脑震荡。艾尼斯找到将军跟他说，上校他们的超能力不能白白浪费，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去对付敌人。最近他们正好发炸掉这艘战舰。丹尼尔博士说他要去抢材料，然后就冲了出去。卡特博士发现，在战舰的核心区域都有能量护盾的阻隔，这些能量护盾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只要他们的速度足够快就能穿过去。上校尝试了一下，果然成功了。然后他们就向战舰的核心区域跑去。半路上，他们遇到了丹尼尔博士，他已经抢来了拿夸达金属材料，但是现在他背着这些东西已经越来越吃力，最后更是直接倒在了地上，手臂上的臂章也脱落了，他失去了超能力。看来上校他们也很快就会失去超能力的，所以他们要赶紧完成任务才行。上校来到战舰的核心区域，将炸弹安装在了这里，然后他们开始撤离。卡特博士在穿过最后一个护盾的时候，速度已经不够快了，他被反弹到地上晕倒了。上校想回去救他，发现自己也无法穿过能量护盾了，他们的臂章全都脱落了。正在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炸弹爆炸了，能量护盾失效了。上校带着卡特博士赶紧逃了出去。他们刚跑到新门口，阿波菲斯的战舰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还好他们几个平安的返回了。由于上校他们是受到了臂章的影响才违抗的命令，所以将军并没有责怪他们。看来想变强大还得自己想办法，别人的先进玩意儿用着总是不靠谱。他启动了远古文明留下的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如果你也陷入了时间循环，有没有不用担心后果的事情想做呢？潜艇的玻璃抵挡不住海水巨大。
尼尔博士啊。上校看上了外星人的离子大炮，非要让人家送一个给他，但陀兰星人却说，他们担心把武器给了美国人之后，他们会首先用来攻击敌对的国家，而不是去防御邪恶外星人的威胁。看来陀兰星人还是蛮了解地球人的。被拒绝的上校气愤地离开了。临走的时候，他偷偷地拆了一个陀兰星人的高科技设备，带回了地球。将军知道上校偷了东西后十分生气，这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外交事故。他免除了上校的职务，强制让他退休了。上校觉得自己没做错，他们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去不同的星球寻找外星科技保护地球，没想到现在落得这个下场。退休的上校在家无所事事，突然有一天，五角大楼的军官梅伯恩来找他。梅伯恩说，他们有个秘密组织，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用各种手段获取外星人的高科技设备。他邀请上校加入他的队伍，让他尽情的发挥。上校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就答应了他们。上校被送到一个外星球的秘密基地，这里面全部都是偷来的外星武器和装备。上校看了十分眼红，这里的人可以通过一台外星设备与地球实时进行视频通话。上校在视频中联系上了身在地球的梅伯恩，梅伯恩让他们去偷阿斯加德人的一款高科技装备。上校接受任务后，通过星际之门来到了一个阿斯加德人保护的星球。他们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可以让人隐身的装备，并将这个装备偷走了。但是如何将它送回地球呢？梅伯恩告诉上校，在官方的星际之门小队里有他们的内线，只要将东西放到指定的地点，就会有人来取的。上校按他说的将偷来的装备放在一个外星世界的星际之门拨号器下面，然后自己偷偷地藏了起来。他想看看到底谁是这个内线。时间到了，他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这些人正是他自己之前的小队。他们回去的时候，新加入队伍的上校蹲下来假装系鞋带拿走了那个装备。上校终于找到了这个内线，然后他回到了外星球的基地。这时一艘巨大的阿斯加德战舰停在他们基地的上方，并用光传送将丢失的物品全部收了回去。上校打开了通向地球的星际之门，他告诉这里的小偷们，要么现在跟他回地球，要么等阿斯加德人收完了东西就抓人。小偷们没办法，只能跟着上校返回了地球。他们刚回来就马上被捕了。上校找到了那个内线，将他也铐住了。原来上校之前偷东西被撤职都是在演戏，就是为了打入这些小偷的内部，将他们一网打尽。阿斯加德人和陀兰人因为丢东西的事情，本来都要和地球断交了，现在他们拿回了自己丢失的东西，重新恢复了对我们的信任。最后上校对丹尼尔博士说，在他被撤职的那段时间，很感谢丹尼尔曾去看望他，鼓励他，不愧是好兄弟。而丹尼尔博士却尴尬地说，他们三个当时是抽签决定谁去看望上校的，结果是自己输了。美军正在试飞的这台飞行器是用捡到的外星科技偷偷的改造的，它可以利用反重力悬浮，而且在飞行加速的时候，飞行员甚至感受不到距离。我们的科学家完全搞不懂它的飞行原理，但在军方的催促下，还是将它改造好，让它飞起来了。Teal'c 接到具体参数后，将导弹点火了。他们成功的进行了轨道机动，但可惜的是，导弹在发射架上松脱了，飞出去的导弹不受控制的砸回了飞行器。还好导弹没有爆炸，但轨道机动没有完成，他们还是越飞越远了。现在飞行器里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氧气可用了。丹尼尔博士联系了我们的外星盟友，但他们表示在地球附近没有能及时赶到的大飞船可以营救他们，只有一艘正在执行秘密任务的小飞船。卡特博士不想放弃这个希望，赶紧和丹尼尔博士出发去找外星盟友。巧合的是，盟友的小飞船就在星门附近，并将他们传送到了小飞船上。卡特博士惊喜地发现，在这里执行秘密任务的正是自己的父亲。他跟父亲说了上校他们的情况，父亲赶紧驾驶小飞船前往营救。为了尽快赶到，小飞船被加速到了132%的极速，这在超空间里十分危险。小飞船在不停地抖动，随时面临着解体的风险。父亲在路上一直在训斥女儿的冒失，他说这些外星科技领先地球几百年，这样着急的去使用是十分危险的。小飞船找到上校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氧气耗尽，昏迷不醒了。
卡特的父亲用小飞船撞击了他们的飞行器，上校和 Teal'c 感受到了震动，醒了过来，不可思议地看着窗外的朋友们。小飞船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将飞行器装进来，卡特的父亲让他们打开舱盖飘进太空，上校和 Teal'c 照做了。他们飘出来之后，整个人毫无保护地暴露在了真空中，还好短暂的真空暴露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伤害。卡特的父亲赶紧用传送环将他们救回了小飞船里，二人终于脱离了险境。他们无意间招惹到了一个邪恶的外星种族，差点将人类毁灭。幸好卡特博士他们及时遇到了一个友好而强大的外星种族埃神人，他们帮人埃神人说他要计算一组重要的数据，希望可以使用他们的超级计算机来快速完成计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但埃神人为了尽快完成项目，给了卡特博士超级计算机的使用权限。卡特博士利用这个权限，偷偷地进入埃神人的系统中。他搜索数据后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地球的新出生人口在2年的时间内急速地减少了90%。由于此时的人类已经十分依赖埃神人的科技，他们已经接管了地球的保卫力量还有新闻媒体，所以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人类竟然毫无察觉。卡特博士赶紧联系了他之前星际之门小队的伙伴们，大家一致认为埃神人这是在悄悄地消灭人类，他们跟之前那些邪恶的外星种族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只是手段更加高明而已。现在人类的关键部门都控制在他们手里，已经没有办法反击和抵抗了。卡特博士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他们之前曾经经历过通过星际之门穿越时间的事情，如果能将一条警告消息送到遇到埃神人之前的世界，就可以避免现在这种结局。但星际之门只有在太阳耀斑爆发的时候使用，才会出现穿越时间的现象。现在卡特博士正好有埃神人的恒星监测系统，可以预测太阳耀斑的准确爆发时间。卡特博士将这个计划告诉了自己的丈夫，他是与埃神人联络的大使，没想到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他说这是埃神人帮助地球人之前谈好的条件，他们觉得地球的人口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让人类通过注射他们延缓衰老疫苗的方式来减少1/3的人口。没想到现在他们竟然下了死手，要将人类灭绝。行动的时间很快就到了。Teal'c 首先穿过星际之门，用随身携带的武器杀死了守卫，然后他顶着自动武器的攻击，打开了通往10年前的星际之门。上校则马上通过滑索滑到了星门前，准备将带有警告的纸条丢进去，但是还没跑几步就被密集的火力杀死。丹尼尔博士赶紧冲上去接力，却也被杀死了。最后只剩下卡特博士勇敢地冲了过去，他捡起了上校的小纸条，临死前拼尽最后的力气把它丢到了星门里。画面一转，10年前的星门室里，大家正紧张地看着突然被打开的星际之门，只见一张小纸条轻飘飘地丢了出来。上校捡起来一看，竟然是自己的笔记，上面写着永远不要去 P4C-970。大家都被搞得一头雾水。将军说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不会去冒这个险，然后命令士兵将这个地址拉黑了。这个小男孩突然化成了
体永生不灭的。在不久的将来，丹尼尔博士就成为了第一个飞升的人类。宇宙中恒星的数量跟地球强大的电磁能量涌入了基地，一个有生命的意识体竟然通过星际之门入侵了基地的计算机系统。卡特博士分析涌入进来的能量波，发现它们很像人类的脑电波。他怀疑这些能量是有意识的。正说着，入侵者关闭了会议室的灯光，并将他们开会的画面投影在了墙上。看来他是想和我们沟通。他通过摄像头观察着每一个人，然后分析他们的档案。丹尼尔博士觉得他是在学习，他希望能和这个外星意识体聊一聊，但将军觉得他很危险，基地已经快要失去控制了。他命令卡特博士赶紧阻止这个入侵者，但上校比较喜欢他，还跟他玩得不亦乐乎。卡特博士研究后发现，这个意识体已经全面入侵了基地的整个计算机系统，他在疯狂地占用所有的计算机硬盘，但好像还是不够他使用的。如果想彻底清除它，必须将所有的计算机硬盘全部低级格式化。将军同意了，他们强行关闭了整个基地的电源，开始清理计算机磁盘。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外星入侵者已经将自己下载到了一台探测器中，他利用基地的应急电源给自己供电，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卡特博士好不容易重启了所有的系统后，发现了藏在仓库里的入侵者。他们赶到那里后，发现大门已经被焊死了。上校切开了大门闯了进去，他们惊讶地发现入侵者已经在这里发展壮大，但是他现在十分脆弱，完全依赖于一根小小的应急电源线，只要切断了它，外星入侵者就彻底完蛋了。卡特博士觉得他也是个有意识的生命，他跟我们一样都想生存。卡特博士想去跟这个入侵者沟通一下。上校拿起了一把大钳子，随时准备剪断电线杀死他。上校的动作被外星入侵者注意到了。卡特博士问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没想到入侵者反问卡特博士为什么派探测器去他的星球。卡特博士说我们是在探索。突然入侵者通过键盘向卡特博士释放电流，卡特博士无法动弹。上校赶紧剪断了电源。
卡特博士晕倒了。医生检查后发现，卡特博士大脑中竟然有2个意识体。丹尼尔博士不解地问医生：“计算机程序怎么能入侵人类大脑？”医生说：“这个入侵者不是地球上的计算机程序，它更像人类的大脑的运行模式，而且它一直在寻找更大的存储器来容纳它。而人类的大脑要比这里所有的计算机容量还要大。”很快，卡特博士醒了过来，但是入侵者压制了他原本的意识。入侵者通过键盘跟人类沟通，他说人类发送到他们那里的探测器发射出了大量的电磁信号，伤害了他们。他来这里的任务就是要毁灭人类世界，防止人类再去伤害他们。如果不是他在传输的过程中被强制切断，他现在已经毁灭掉这个世界了。上校威胁他说，如果你不离开卡特博士的身体，我们就发送无数的探测器去你的世界，将你们先摧毁掉。入侵者十分愤怒，但他知道上校能干得出来这事儿。他想将自己重新上传到机器中，但上校用能量武器杀死了他。卡特博士的身体倒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变成了植物人。大家正准备将入侵者创造的机器摧毁的时候，突然发现卡特博士的意识竟然在里面。医生赶紧将设备连接在了卡特博士的大脑上，让他的意识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中。卡特博士终于醒了过来。美国人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们？2000年，他们竟然捡到了一艘外星飞船。这种巨大的金字塔型飞船是一个外星种族勾阿物的，科技领先人类至少几百年。地球人能得到它纯属侥幸。本来这些外星人在自己的领地抓住了几个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跟人类十分的相似，外星人竟然没有发现，直到他们杀死其中一个的时候，发现他脑袋里都是联系了他，让他想办法在飞船里做内应。卡特博士欺骗外星人，启动了机器身体中的自毁装置。剧烈的爆炸后，他逃了出来，并用传送环将上校他们带到了飞船上。因为这艘飞船的主人十分邪恶，到处奴役其他种族，所以上校他们准备干掉这个家伙。机器人卡特博士为了破坏掉飞船，阻止卫兵保护他们的主人，徒手伸进护盾中拆卸水晶，最后因为能量耗尽而死。卡特博士看着另一个自己牺牲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机器人 Teal'c 冲进了控制室，开枪射击勾阿物的领主，但是领主有护盾保护，于是 Teal'c 丢下了武器，徒手制服了他。就在 Teal'c 快要勒死领主的时候，一个卫兵开枪击伤了他。领主拿着武器刚想杀死他， Teal'c 的本体也赶来了。一番搏斗之后，他们俩终于合力杀死了这个系统领主。机器 Teal'c 耗尽了最后的力气死掉了，剩下的护卫们见系统领主被杀死了，也都吓跑了。上校他们驾驶着这艘战利品，准备开开心心的回地球老家。地球人如果见到这艘飞船，他们得多么的风光！但是他们不太会操作这艘飞船，只好先去找外星盟友教教他们开大飞船的技术。炸掉一颗恒星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恒星都精确地维持着内外压力平衡，只要稍微打破这个平衡，它就会像炸弹一样变成超新星爆发。想出炸掉恒星这个馊主意的是卡特博士和他老爸，吓得上校和丹尼尔博士听了之后都直呼疯狂。他们为什么要引爆这颗恒星呢？原来有一伙邪恶的外星人正在赶往这里集结，他们一直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卡特博士想将这伙人一锅端掉，现在正好在外星盟友的帮助下有了这个机会。说干就干，他们先将星际之门连接上了一颗黑洞，然后赶紧将它扔向了恒星。黑洞通过星际之门会吸走这颗恒星的质量。不得不说，这个玩法太高级了。他们搞完破坏，刚想溜走，邪恶外星人阿波菲斯的舰队就赶到了。此时恒星已经开始了剧烈的膨胀，还在恒星附近的阿波菲斯舰队发现了这个异常，他们离恒星很近的那些飞船全都没有来得及逃跑就被吞噬了。卡特博士他们赶紧启动超光速引擎离开了这里，但是很快他们就脱离了超光速状态。查看星图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刚才飞船并没有按照预定航线飞行，而且一瞬间就飞过了400万光年，已经飞出了银河系。恒星的爆炸一定是影响了飞船引擎开启的子空
复制者引擎发现后丢出了机器甲虫攻击上校他们，上校他们疯狂地逃跑。此时所有的复制者全都得到指令朝他们跑来，上校他们边打边退，最后通过传送环返回机库的运输机里面。此时的飞船已经无法减速，直接冲向了阿波菲斯的母星。上校他们在最后一刻乘坐运输机惊险地脱离了飞船。飞船里的阿波菲斯虽然有护盾保护，复制者机器人无法触碰到他，但是他也无法阻止飞船撞向自己的母星。最后他绝望地发出了一声怒吼，跟着这些复制者机器人一起同归于尽了。这个家伙竟然在地下等文明总是以神的名义出现，这样更容易让他们接受。但卡特博士知道这些假神的小把戏，他打开了雷神后面的控制面板，直接联系上了真正的阿斯加德人。阿斯加德人说这颗星球是他负责保护的，然后问卡特博士有什么事找他。卡特博士说这个星球的台子上，然后上校跟阿斯加德人的高院进行了对话。高院说他们保护的星球有千万，其中也包括地球在内。一旦他们开始违约，这些星球上的人类都会被邪恶外星种族奴役。他们现在抽不出力量打败这些坏家伙，只能让上校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上校无奈地断开了视频连线。他们想将这颗星球的人类通过星际之门送到其他合适的星球上去，但是人们不肯离开，他们固执地认为这是神的意愿，如果神让他们死，他们也会接受的。气得上校跟他们说出了实情，他告诉这里的人们，他们崇拜的神都是小胳膊小腿的外星生物，并不像他们看到的那样高大威猛。但是这里的人们不喜欢上校侮辱他们的神，还要赶走他们。卡特博士回到基地后想了个办法，他想将另一种超重元素发射到太阳里，来改变太阳中心的核聚变反应。他说这个计划的成功率极低。然后来到了那颗星球等待结果。此时那里的人们正在向神祈祷，突然太阳的颜色变回了正常的黄色，人们十分开心，认为这是神听到了他们的祈祷而保护了他们。卡特博士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计算后发现太阳恢复正常绝不是因为刚才的计划成功了。他们几个突然明白了，阿斯加德人虽然明面上不能帮助他们，但是只要卡特博士尽力去做了些尝试，阿斯加德人就可以将成功的结果算在他们头上，避免落人口舌。看来这些小灰人还是很机智的嘛。他只是吻了一下眼前这个女孩，头顶的灯突然就爆掉了，女孩也晕倒在地。女孩的妈妈们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发现她现在体温很高，于是赶紧将她送去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后，她的医生妈妈惊讶地发现，在她体内有某种病毒被激活，病毒改变了她的 DNA， 使她的细胞产生了电场，她现在居然能控制有磁性的物体了。女孩叫卡珊卓，她说他们那里的小孩子长大后都这样，大人们会将他们送到森林里，几天后回来就变得健康了。卡特博士他们赶紧去了他说的那片森林，并在一棵大树上看见了一个醒目的绿色手印。丹尼尔博士好奇地按了一下，地上突然就升起了一团火，紧接着传送环就将火堆旁的上校传送走了。上校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外星人实验室里，然后卡特上校他们也跟进来了。丹尼尔博士查看实验室的文档后发现，这里在研究如何让人类身体进化得更先进，因为实验室的主人是一种寄生体，他们希望自己的宿主像超人一样强大。这里的人身体里都有他制造的病毒，小孩子们发作后就被送来这里，他检查完优化病毒后再将他们送回去。上校他们将实验室的设备都偷了回去，准备自己想办法救卡珊卓，但是他们做的一切都被隐身的外星人看见了。他还跟着上校他们回到了地球基地。此时的卡珊卓一直高烧不退，他将自己身上的热量尽量都传导到其他物体上。医生妈妈摸了一下，差点被烫伤。妈妈刚走，隐身外星人就悄悄出现了。卡珊卓觉察到了这个人，赶紧叫来了妈妈。上校他们知道后，赶紧拿出了反隐身的设备，搜寻这个不速之客，最后终于将他擒住了。原来这个外星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内尔提，他曾经释放病毒杀死了卡珊卓整个星球的人。外星人说到了卡珊卓这一代，对他们的改造已经差不多成功了，他想要这些孩子成为完美的宿主给他寄生。将军跟他谈判，让他将卡珊卓恢复正常，但是外星人不肯，他还想将卡珊卓的血液样本带走，制造他的超级人类大军。将军告诉他想都不要想。后来卡珊卓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他的医生妈妈忍不了了，拿起枪威胁外星人，如果不救他的女儿，他就要开枪打死他。最后将军承诺，如果他救活了卡珊卓，就放他走。外星人同意了，他拿着上校从他实验室偷回来的设备，修复了卡珊卓被修改的 DNA。很快他的高烧就退了，人也清醒了过来。将军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将内尔提放走了。上校看着这个星际杀人狂魔离开的背影，脸上充满了深深的忧虑。